如果说视频中这位衣衫褴褛、靠捡垃圾为生的流浪汉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状元学霸，你是否觉得十分不可思议？2020年，上海警方在一处拆迁房中发现了一名靠捡垃圾为生的流浪汉，他似乎有些神志不清，面对警方的询问，他有些语无伦次，前言不搭后语。出于好心，警方将他带回安置，并照顾了很久，同时也不忘帮助他寻找家人。渐渐的，这个流浪汉恢复了一些神智，这才告诉警方，他叫姚远，已经在外流浪了12年。然而在警方帮助他寻找家人时，竟然意外得知，姚远居然是当年的高考状元，之后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，毕业后还曾在一家国企上班，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对象。那么从北京理工的学霸到在外流浪12年，姚远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在获得警方帮助后，他如今又过得怎么样了呢？在警方发现姚远时，他已经49岁了，明明还在中年，却宛如迟暮老人，弯腰驼背，头发花白，神情疲惫不堪，看上去仿佛比60岁以上的老人还不如。这让人很难想象得到，他竟是30年前的高考状元。姚远是寒门走出的贵子，出生于湖北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，但自小学习成绩优异的他，成为大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。1990年，姚远参加了高考，以优秀的成绩被北京理工大学录取，成为当地的高考状元，是亲朋邻居教育自己孩子的榜样。在开学前，姚远家里来了很多亲朋好友，为他设宴庆祝，大家纷纷表示羡慕与祝福。这不仅让姚远感到高兴，更让他的父母感到无比的欣慰与自豪。在充满祝福和期待的欢声笑语中，姚远去往了人生的新方向。可谁知来到大学之后，姚远却迎来了心理上的巨大落差。他发现很多同学都比他优秀，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天才型人物，不仅多才多艺，大多数同学家境都比他优渥，就连自己引以为傲的学习成绩都被比了下去。在这人才辈出的大学摇篮，让姚远遭受不小的打击。这巨大的落差让姚远有点无法适从，无法接受自己的落后，所以他只能通过拼命学习进行攀登，以此来缩短与其他同学之间的差距。但是不管姚远多么努力超越，很快又会被反超。不过此时的姚远并没有因此而服输，因为他坚信自己还有极大的上升空间，不断激励自己去追赶前面领跑的同学。就这样，大学4年生活，姚远在自己造成的巨大压力之下过完了。好在他还是比较幸运的，努力都没有白费。临近毕业前夕，北京一家科研单位就注意到了他，并向他抛出了橄榄枝。就这样，年纪轻轻的姚远就坐进了干净明亮的研究室，成为一名科研人员。姚远的父母也非常欣慰，为儿子取得的优秀成绩充满骄傲。在父母的期待下，姚远在北京那家科研单位工作了整整9年。9年加上大学4年的时间，足以让一个从乡下北上的人当地扎了根。就连他的父母也是这么觉得。不过让父母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姚远居然选择放弃了深耕9年的工作。某天，姚远打电话给远在湖北老家的父母，跟他们说自己打算辞职前往上海发展。父母接到电话一脸茫然，不知道自己儿子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好的工作，跑去陌生的城市发展。不过虽然不太理解儿子的选择，但是姚远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他们的骄傲，所以并没有过多的干涉孩子的人生，把选择权交给了他自己，只是劝姚远做事尽量三思而后行。跟父母通完电话后，姚远果断辞去了在北京的工作。或许当时姚远的身心都已经疲惫不堪了吧，想着去找新的机遇，又更像是再去逃避过去。不久，姚远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崭新的城市上海，他重新收拾那些不甘的状态，以最大的热情投身到上海这座城市中。但现实却不再眷顾他，光是重新找工作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。
想在上海这座人人都向往的大都市扎根，比遥远想象中的要难上许多。就算是名校毕业也不例外，毕竟上海最不缺乏的就是人才，比他优秀的大有人在。遥远挣扎在一家又一家公司，在上海这几年时间换了不少工作，渐渐的耗尽了积极和耐心，以往不甘落于人后的精神也逐渐萎靡。最后遥远只能选择再次辞去刚刚稳定下来的工作，准备休养一段时间，却没想到这一次选择却将他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正当遥远工作的空档期，却迎来了一场金融风暴。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世界，很多企业支撑不住都倒了，大量的公司疯狂裁员，失业的人拼命找工作，但工作也变得更加难找了。遥远也不例外，以往那些工资合适又体面的工作竞争力变大，自尊心很强的遥远自然也不愿意去那些看不上的公司。时间一长，遥远一直找不到想要的工作，但生活还得继续，口袋里的积蓄被逐渐掏空，瞬间让遥远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。与此同时，遥远就像人间蒸发一般，与过去的同事和朋友都失去了联系，老家都没有回，甚至也不给家里打电话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也不知道他过着怎样的生活。等到家中父母开始牵挂，主动联系他时，给他打电话，却发现已经停机了。时间久了，父母生怕遥远出了意外，只能不远千里前去上海寻找儿子。但是父母都不知道遥远在上海的住址，在这偌大的城市就像无头苍蝇。实在没办法之下，二老只能选择求助警方，但是无论警方怎么找，都没有找到遥远的踪影。最后只能到处张贴寻人启事，把希望寄托给社会群众。苦苦等待好消息的同时，父母失望地回到家乡，幻想着哪天儿子会主动回来，出现在自己家门前。这一等便让他们老两口等了12年。直到2020年，事情才迎来转机。来自上海警方联系到了遥远的父母，并让他们看到了刚拍摄不久的一组照片，请他们确认照片中的人是否是自己的儿子。已经老眼昏花的老两口仔细端详了一会儿，直接就愣住了。照片中的人就算变化再大，他们也能认出来，的确是自己失踪了12年的儿子遥远。老两口当场就失声痛哭，失踪了12年的儿子终于有了消息，但是看上去变化也太大了。弯腰驼背，骨瘦如柴，浑身邋里邋遢，双眼没了年轻时的神采，也不知道这12年来过着怎样的苦日子。在警方的协助下，老两口来到上海，见到了失踪12年的儿子，并将他带回了老家。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和休养，老两口这才从已经恢复神智的儿子口中得知当年失踪的真相。原来遥远因为当时找不到工作，身上的积蓄也花光了，不敢面对家人和朋友，觉得非常愧疚，强大的自尊心作祟，让他不敢回家，只能在上海靠着捡垃圾的方式来生活着。而且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已经有些不对劲了，后来又没得到及时的治疗，渐渐地迷失了自己，整日流浪徘徊，到最后连自己都忘了，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，只能苍天为被，地为床，整日过得浑浑噩噩的日子。父母听后心疼不已，却不好过多的埋怨，只能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，迎接日后的生活。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，遥远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，积极接受治疗，重新培养了自己的生活能力。如今的他在与别人交谈时已经变得正常了，再谈起过去那个颓废的自己，他也能淡然一笑，不再逃避，已经学会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。或许当初的状元已经回不来了，但是现在的他似乎变得更加阳光自信了。成人的世界都没有容易二字，有的只是一片苦海。从高考状元沦落为流浪汉的例子不在少数，像河南某县高考状元常学福，当年也是风光无限，毕业后更是自主创业，成为一名成功的年轻企业家。但不知为何最后自愿选择成为一名流浪汉。虽然其中有自愿的成分，
但是内心依旧还有无法面对自己平凡的影子。所以说，人生在世，健康的心理十分重要。学会接受平凡的自己和接受平凡的人生，这都是十分重要的。